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将掉头南下参观苏格兰最壮观的城堡之一斯特林城堡，然后经过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。第二天回到英格兰，我们将乘船游览湖区国家公园温德米尔。有兴趣的话，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看看吧。好，我们这就到了斯特林城堡，就是山顶那个建筑。斯特林城堡是英格兰最壮观的城堡之一，是苏格兰的历史和文化象征。现今的城堡建筑主要建于15至17世纪之间。城堡坐落在一座死火山顶部的陡峭岩石上，俯瞰着福斯河，地势险要，战略位置极佳。在中世纪，控制了斯特林就等于控制了苏格兰南北的交通命脉。从上往下看，满眼都是城堡墓园的墓碑，这里埋葬的都是本地知名人物，还能眺望到远方山顶的华莱士纪念碑。我们这里到了城堡的核心区域，左边这栋建筑是王宫，建于16世纪，融合了苏格兰传统和法国文艺复兴风格。这里曾是玛丽女王年幼时的成长之地。右边这座颜色浅一点的是皇家礼拜堂，是为了王子举行洗礼仪式而建的，里边长这个样子。上方仍保留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画。穿过旁边这个小巷，我们来到一个小花园，名叫道格拉斯花园，用于纪念威廉·道格拉斯6世伯爵。他于1440年在这座城堡中被杀，史称黑焰事件。据称这个花园就是当年审问并处决道格拉斯伯爵的地点。这一事件成为苏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阴谋之一。这里的信息牌就介绍了这个故事。我们现在来到斯特林城堡内的阿盖尔和萨兰德高地人团博物馆，名字好长啊。这就是该军团的旗帜。这支传奇的苏格兰军团参与了19世纪或更早的重要战役，如滑铁卢战役、克里米亚战争，甚至2次世界大战。它是英国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里有很多反映当年战斗场面的油画。这2个人物画像，左边是军团的重要指挥官麦克米伦，右边这个就是熟悉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，她曾是该军团的名誉团长。这尊骑马雕像估计是纯银的吧。这是一个公羊头造型的鼻烟壶，鼻烟在18至19世纪苏格兰军官社交圈中非常流行。我们上楼看看斯特林头像画廊。斯特林头像是用橡木制作的雕刻板，直径约1米，原本是用在皇宫天花板上的装饰品。这一系列图文面板采用时间轴的方式，讲述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5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。从窗户往下看，就是城堡的南花园，也叫安妮女王花园，景色真不错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皇家宫殿里面，这里是国王接见厅，是国王处理政务和展示王权的重要场所。这是国王内室，是王室起居生活的空间。这就是詹姆斯5世的寝室，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也是属于皇家级别的奢华，就是这个床看起来小了一点。这是大礼堂，又称王室宴会厅，这是苏格兰现存最壮观的中世纪宫廷大厅之一，好像都会有什么活动。好，我们的斯特林城堡游就到这里，现在去格拉斯哥看看。很快就到了，这里离斯特林很近。格拉斯哥位于苏格兰西部，是苏格兰人口最多的城市，约63万人，都市圈超过了150万。它也是英国的第3大城市。在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，格拉斯哥是世界著名的造船、重工业和商贸城市。20世纪后期经济衰退后，城市转型以文化、教育、艺术和服务业为中心，蜕变为欧洲文化创意之都。格拉斯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音乐之都，也是苏格兰唯一拥有地铁系统的城市。
这就是市中心的核心地带——乔治广场。我们现在到达了下榻的酒店。第二天下雨，天气雾蒙蒙的，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去温德米尔乘游船，看看雨中的湖景。我们先来湖区旁的一个小镇肯德尔吃个午饭。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当地士兵而建立的。上菜前来场老幼咸宜的扳手腕大赛。这里是鲍内斯码头，我们的游船将从这里出发。这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叫老英格兰酒店，已有100年历史。温德米尔是英格兰最大的天然湖泊，全长约17公里，湖区周围依山傍水，被英国人称为自己的后花园。它两岸临湖而建的别墅区是许多英国富豪、企业家和名人钟爱的度假和养老之地。著名童话《彼得兔》的作者 Beatrix Potter 生前就住在这里，他的创作灵感也源于这里的田园风光和动物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斯特林城堡、格拉斯哥、温德米尔湖区游就到这里。下一集我们将会到访足球名城曼彻斯特，并跟随一个导游进入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看看。不想错过的话，记得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哦。